过去这2年，台电大亏了4000亿，创下了史上新高，不止一度濒临破产，也引爆了各界对于能源政策的质疑。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电的破产危机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最近几个月，台电高层非常的头大，在短短2年之内，台电就大亏了4000亿元，一度濒临破产的边缘。政府不得不出手，紧急挹注了将近3000亿，希望能够帮台电拆弹，解除财务危机。而即便政府表示台电这一次亏这么惨是因为俄乌战争影响结果，但还是引来了外界的大量质疑。有人认为是政府错误的能源政策才导致台电步入了亏损的深渊，也有人认为这一切都是电价长期动涨的报应。今天的主题呢，是我们频道会员票选投出来的主题。那我们会来看看台电到底为什么会亏这么多，而现在的能源政策有什么引起争议的地方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芒狗狗又推出新绘本啦，是专为3到6岁孩子设计的财商绘本，家长们千万别错过这个重要的启蒙黄金期。为什么会强调3到6岁呢？因为孩子在3岁就能够开始理解交换的概念，而在7岁前会形成初步的金钱观。如果从小有健康的价值观，未来就不用花更多的精神纠正。就像股神巴菲特所建议的，理财教育应该从学龄前开始。财商系列共有3本，在没钱真麻烦这本当中，芒狗狗会了解钱的功能，可以让交易变得又快又方便。在赚钱好累啊里面，则会明白赚钱的辛苦以及储蓄的重要。最后，在我全部都要这本，芒狗狗将学会如何合理的分配有限的资源。现在消费满额呢，还能够免费获得4项赠品，马上点击连结，陪孩子踏出财商启蒙的第一步吧。根据资料，2022年台电亏损了2675亿元，直逼台电的资本额3300亿元，面临了破产危机。而为了拯救台电，政府多管齐下，今年已经对台电增资了1500亿元，也从超征的税收当中的4500亿元当中拨款500亿用作是电费的补贴。但是台电的财务黑洞还是越破越大，今年预估呢还会再亏2000亿，这2年累积的亏损可能就会超过4000亿元。眼看台电又到了破产边缘，政府紧急救火，决定呢明年再对台电增资1000亿，让台电的资本额呢可以拉高到了6000亿左右，降低负债比例。那看到台电亏个不停有的人担心，如果台电真的破产了，恐怕呢会需要全民买单，估计一个家庭呢会需要多付10年的电费才能够还得起台电的负债。到底为什么台电会亏这么惨，变成现在这样子的状况啊？经济部解释，俄乌战争呢是害台电大亏损的主要原因。俄罗斯作为全球主要的产油国、天然气出口国，牵动了国际能源价格的走向。而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部分对外贸易的中断，导致了全球燃料价格的飙涨。战争之前呢，台电采购国际燃煤的价格平均大约是每吨90美元左右，但因为战争疫情等等因素，煤价一度突破了450美元的大关，价格翻涨了4到5倍。而天然气的部分呢，俄乌战争之前平均价大约是每100万 BTU 10美元的价格，但是俄乌战争开始之后，气价创下了历史新高，甚至达到了每100万 BTU 70美元，也是翻了7倍左右。从台电的营运数据来看2021年的燃料成本是2924亿元，结果到了2022年呢，直接飙升到了6163亿元，增加超过3000亿元。经济部指出，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状况。法国国营电力公司2022年亏损超过台币4000亿，韩国电力公司也亏损了超过7000亿。可以看到，这波国际燃料价格的涨势冲击的是全球电业，台湾不是特例。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俄乌战争虽然是主因但整体的能源政策其实也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有些人提到能源政策错误是导致台电亏损的背后原因，那因为争论的面向有点多，我们接下来呢会拆成几个章节一一的来讨论。首先，蔡政府在上任之后，目标呢是在2025年达成天然气50%、燃煤30%、再生能源20%的发电配比方式。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天然气的占比要达到整体发电量的1半。目前政府也正在增气减煤，将燃煤机组逐步的汰换成燃气机组，加大天然气的使用量。
之所以会这么规划，主要是因为未来再生能源的占比呢只会越来越高，但是太阳能啊、风能等等的发电方式本身有间歇性的问题，可能会因为天气等等的因素导致发电量的起伏比较大，因此需要搭配能够快速启停的天然气机组来确保供电的稳定，而且天然气跟煤炭比起来造成的空污也更少。不过很多人担心台湾未来这么依赖天然气是个危险的赌注。台湾基本上没有自产天然气的能力 ，99% 的天然气仰赖进口。而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一旦国际燃料价格波动，台湾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像这一次的俄乌战争，也是因为天然气短期内价格翻倍，才导致台电出现了巨额的亏损。因此，有的人认为台湾不该把筹码押宝在天然气上，而是要维持更多元的能源选择。而在这其中，不少人对于执政党非核的路线表示了反对的意见。目前台湾正在朝2025非核家园迈进，今年核2厂已经停机，预计明后年呢核3厂也会除役，到时候台湾就没有营运当中的核电厂了。但是摊开台电公布的数据，相较于其他发电的选项，核电是目前最便宜的发电方式。以今年8月的数据来说，火力发电每度要3.66元，核能发电却只要1.47元，成本呢不到火力发电的一半。有的人就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更大幅的使用核电，其实每年可以省下数百亿的发电成本，也能够减轻因为国际燃料价格飙涨造成支出暴增的现象。那对于这样的说法，台电则表示，俄乌战争期间呢，使用核能发电的国家，像是韩国、法国，他们的电力公司同样也承受巨大的亏损，跟有没有使用核能关系不大。而且核电虽然便宜，但后端的营运资金其实很高。如果要加大核能的发电量呢，也会遇到很大的阻碍。像是旧的机组已经过了研议的申请时间，要新建机组呢，会遇到地方民意的反弹。而核废料的处理呢，不止价格高昂存放问题更是台湾到现在都还没有取得共识的议题。因此，台电认为，现在台湾要重新发展核电，难度跟成本都非常的高昂。另外一个能源政策的争议是有人觉得绿电太贵了。这几年政府采用了国际常用的趸购制度来收购民间的绿电，再转卖出去。趸购制度呢是一种保障收购的制度因为绿电初期的投资成本比较昂贵，产出也不稳定。为了鼓励民间企业投入再生能源的发展，政府会签订合约，在一定的年限之内，保证呢一定会收购民间厂商发出的绿电。而他们会采用趸购费率呢，通常是高于发电成本的收购价，来确保民间厂商能够得到合理的利润。但是有人就质疑政府的收购价码太慷慨了，导致绿电变成了另外一个钱坑。举例来说呢，政府在购入再生能源时，平均一度电会花 5.04 元，风力发电甚至高达了一度7元，但是台电转卖出去的电价却只有3元左右，怎么卖怎么亏。那为了扶植这些绿电厂商每年都要额外的支出好几百亿，对财政也是不小的负担。对于这样的质疑呢，台电解释，首先去年购买绿电的支出呢是589亿元，跟总支出9000多亿比起来，其实只占了 6% 左右，并不是台电亏损的主因。再来呢，随着绿电的发展越来越成熟，购电的成本也会慢慢的下降。以太阳光电为例，2010年呢，一度电平均新台币11元左右，到了2023年时，已经下降到了每度4.5元左右，成本砍了一半。而现在台湾呢，正在能源转型的过渡期，有些成本需要政府帮忙吸收，但未来一定会渐渐的改善。不过，对于台电的解释还是有人认为，即使绿电不是亏损的主因，也是台电呢持续亏损的地方。在台电濒临破产的时刻，政府应该要把成本控制做得更好。而且目前的绿电采购呢，过程也不够透明。在野党就质疑部分的绿电厂商呢与执政党关系密切，在台电大亏钱的同时，厂商却赚得饱饱。怀疑政府图地特定的厂商也觉得这是拖累台电财政的原因之一。最后，有的人认为，深究台电大幅亏损的原因呢，电价太低才要负最大的责任。台湾自2015年开始采行电价费率审议机制，每半年呢会开一次电价审议会，来合理的调整这个电价反映发电成本。但从2018年开始，台湾的电价呢却连续4年8度的动涨。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为了顾选票，因为民意对于电价波动的反应很大，而这个议题呢也很容易被对手阵营攻击，政府才不敢涨价。而电价长期不涨的结果呢，就是让台湾变成全球电价最便宜的地方之一。根据2020年的调查，台湾住宅用电排名全球第4低，工业用电排名第6低。这么低的电价呢，让台电的财务状况很难好转，也常常出现电力成本比售价高的状况，变成卖一度赔一度。
那虽然说去年年底呢，以及今年的年初都有小幅的调涨哦，但对于台电来说还是杯水车薪，远远的不够。像是几个月前，台电提报电价成本方案送经济部，若要完全的反映发电成本呢，台湾平均电价至少要再上涨大约26%。以现行每度3.1亿元的平均电价来看呢，要调涨到将近4元才能够达成不亏本的状态。但最后审议会的结论呢，还是宣布电价不会调涨。政府表示，虽然电价跟成本有落差，但为了抑制通膨、顾及民生，只能够维持电价不涨。那对于这样子的说法呢，也被外界质疑是选举考量，不敢在选前得罪选民，让台电继续的承受亏损。那么面对台电现在巨大的钱坑，到底该怎么办呢？之前台电董事长在受访的时候表示，要解决台电的亏损问题有2个方法。第一是在稳定物价以及避免冲击经济的情况之下，电价采取有秩序调整。第二呢是政府挹注，包含了拨补啊，还有增资等等。其他的专家则认为，面对台电巨额的亏损，电价调涨应该是势在必行。专家推测，虽然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因为选举的考量，电价没有调涨，但明年选举之后调高电价很可能是无法避免的结果。另外，有一派人认为，重新检讨能源政策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像是降低天然气的发电占比，或是重新的发展核电，都是要考虑的选项之一。那么目前呢，因为国际燃料价格回稳全年用电量减少等等的因素，台电的亏损有稍稍的平缓下来。但未来会不会因为能源价格波动让台电再一次的陷入能源危机，恐怕呢还很难说。在进入观念以前呢，我们想要先特别的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帮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而且今天的这支影片呢，它的主题就是会员投票选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或是有特别想要讨论的议题，都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个月跟大家一起讨论，票选有兴趣的主题。好的，那话说回来，回到这集最核心的问题，台电会破产吗？老实说呢，我们在看完资料之后，觉得台电不太可能真的走到破产地步。毕竟电力对于经济啊、民生的影响太大，只要政府有正常运作，应该都会尽力的挹注台电，不会让台电倒闭。但台电其实不倒，也不代表它不需要被担心。我们看完资料之后呢，也同意这2年台电亏这么多，主因确实是因为受到了俄乌战争的影响。不过，如果我们把时间轴再往前拉，台电的财务状况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在战争之前呢，台电已经连续10几年背负着数百亿甚至是上千亿的累积亏损。虽然偶尔有过赚钱的年度但赚到的钱呢，都还是要先拿去填补过去的亏损。整体财务状况非常的紧绷，可以说台电这几10年呢都在缺钱的状态。而这样子的台电呢，其实是台湾产业发展的一大隐忧。在资金不够的情况之下，台电很难有太多积极的作为，没有办法完整的升级维护电网，也没有办法大力的投资发展绿电。长期来看呢，不只会埋下供电不稳的未爆弹，也会阻碍这个能源转型的速度。那么要让台电重新站起来，短期之内确实很困难，但可以做的可能是尽快提出长期的方案，执行5年、10年的财务计划，从多个面向大力的改革现有的弊端或者是困境。比如说，关于电价调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借着这次的机会，开启讨论，甚至是建立一定程度的共识，让调整电价这件事情不要这么容易因为政治因素而卡关？又或是重新审视过去的绿电合约，看看有没有其他更符合成本效益的购电方式等等，可能都可以帮助台电的财务更加的稳健。那最后，这次的议题稍微复杂一点点有点难在一集里面讨论清楚。我们之前呢有做过台湾的电价为何这么低，台湾需要离岸风机吗等等的主题，欢迎大家等一下都再点过去看看哦。而如果我们这集有什么讲的不够清楚的地方，也请大家帮我们在留言区补充。好的，那今天来问大家，你认为台电应该要先怎么做来减少它的亏损呢？ A. 调整电价，虽然短期内呢会有点痛，但长期才能够帮助台电财务稳健。B. 调整发电配比不要单独的押宝天然气或是煤炭。C. 检讨非核政策，重新思考使用核电的方案。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台电的问题。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电价世界第一以及离岸风机的讨论。那么今天的志祺七七就这边告一段落，就明晚再见喽。史上最期待终于抵台 ，iPhone 15全面进化，中华电信行动网络冠军，精彩生活即刻启程。搭指定资费享最高5000购物金，旧换新再折2000，限时加码抽100万 Honey Point，为精彩而生。iPhone 15急速申办。